你敢相信吗？全球最顶级的芯片公司，不把最核心的工厂放在美国，也不放在中国，而是疯狂把设备端能力集中压注在新加坡这个只有700多平方公里的小国。就在前阵子，新加坡副总理严金勇更是直接点名半导体产业的战略地位。而这一次扩产的绝对主角，不是台积电这样的晶圆厂，也不是英伟达这样的 AI 芯片公司，而是一个更上游、更隐形，却更卡脖子的玩家——半导体设备巨头应用材料。在他们最新的扩建计划里，直接把新加坡的角色从单纯的生产基地，硬生生推到了一个极为敏感的位置，也就是 AI 芯片制造体系的工艺控制中心。问题来了，新加坡明明没有最先进的先进制程芯片厂，它凭什么能掌控全球芯片的产能节奏？如果不造 GPU， 它又是怎么影响整个 AI 算力世界的？很多人看到应用材料加码新加坡的新闻，第一反应可能觉得，这不就是工厂扩大了，投资增加了，多招了几个人吗？真正的结构性变化在于，应用材料在新加坡扩建的根本不是传统的产能，而是3样更核心的资产：设备工程能力、工艺研发能力，以及全球客户协同能力。换句话说，人家在这里做的不是造芯片，而是造出制造芯片的能力体系本身。这一步极其关键。在真实的半导体博弈里，像台积电、三星这样的晶圆厂，其实更多是执行层，而像应用材料、阿斯麦这样的设备巨头，才是真正的规则制定者。当这些顶级的设备能力开始在新加坡高度集中时，本质上发生了一场权力的迁移。全球芯片制造节奏的很大一部分已经被死死锁定在了新加坡的工程体系里。那么，为什么偏偏是在 AI 大爆发的今天，设备端的话语权会突然反超？其实真正缺的是制造这些芯片的能力密度。现在的 AI 芯片，无论是顶配的 GPU 还是高带宽内存 HBM， 带来了3重非常恐怖的结构性变化。第一层是制程难度指数级飙升，即紫外光刻、多层刻时还有 3D 封装，现在是全面叠加。第二层是设备需求爆炸式增长，同一条产线，你需要比过去多得多的设备来回参与工序。第三层也是最致命的，良率成了绝对的核心竞争力。现在拼的早就不是你能不能在实验室里造出来，而是你能不能在产线上稳定量产。这直接导致了一个极其现实的结果，设备公司其实比晶圆厂更早吃到了这波 AI 红利周期，而应用材料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正是沉积、刻蚀、检测还有材料工程的核心供应方。商业逻辑很清晰，谁掌握了最顶尖的设备能力，谁就捏住了 AI 芯片产出的上限。应用材料在新加坡的扩产，本质上就是在抢夺这个上限的控制权。但全球能建厂的地方那么多，为什么非得是新加坡？如果单算土地和人工账，新加坡绝对算不上便宜。但设备巨头们选择新加坡，看重的恰恰不是成本，而是3个极度稀缺的非成本变量。首先是工程人才密度。高端半导体设备不是拼装玩具，它需要极其庞大的精密工程师和跨学科团队，而新加坡的人才蓄水池刚好能满足这种高阶需求。其次是供应链协同能力。新加坡早就闷声发大财，聚集了从材料、封装、测试到研发的完整生态，上下游沟通成本极低。最后，也是正经博弈中最核心的一点，制度确定性。半导体设备产业的投资周期动辄10年到20年起步，它需要的是极其稳定的政策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这3个条件一叠加，新加坡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生态定位。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制造中心，而是直接晋升为半导体工程系统的协调节点。所以大家会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现在的晶圆厂受地缘影响在满世界分散，低端封装也在向周边国家转移，但最核心的设备与工艺中枢却在持续向新加坡集中。这其实暴露了新加坡更大的产业野心。
如果我们把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像切蛋糕一样拆成3层结构，最上游是 EDA 软件设计，最下游是晶圆制造和封装测试，而卡在中间的就是设备、工艺加材料。很多人以为新加坡还在死磕传统的制造业，但实际上，它正在大口吞下的是利润最丰厚、技术壁垒最高的中游控制区。应用材料这次扩产的战略意义就在这里。它在新加坡疯狂强化设备制造、工艺研发、先进封装协同以及 AI 芯片的制造优化，而这一整段恰恰是当前 AI 芯片价值最高、最复杂也最不可替代的环节。新加坡的聪明之处在于，它的国家战略绝对不是把宝压在某一家晶圆厂身上，而是直接绑定整个设备与工艺生态的演进节奏。这背后的潜台词非常硬气，不管未来是台积电继续称王，还是英特尔绝地反击，又或者是三星弯道超车，只要你们还需要设备和工艺升级，你们的产线演进就绝对绕不开新加坡这个生态节点。不过，这种狂飙突进的模式也面临着一道必须跨越的隐形天花板。新加坡的半导体路线并不是没有约束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能源与土地。AI 芯片相关的制造对电力和水资源的需求极其庞大，而新加坡的物理扩张空间毕竟有限。第二是产业周期风险。设备行业高度依赖全球资本开支周期，一旦未来 AI 投资热潮降温，设备订单的回落速度会非常快。第三则是区域分流效应。我们看到一水之隔的马来西亚柔佛州正在疯狂承接数据中心和部分后端的制造外溢。面对这些现实，新加坡的解法非常冷酷且精准。它的策略根本不是什么都要的无限扩张，而是在做极度严苛的结构筛选，只把最不可替代的环节留在国内。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特别清晰的东南亚产业分工结构，低附加值的环节加速外溢，中附加值的环节在区域内部分布，而真正高附加值的核心节点死死集中在新加坡。应用材料的扩产正是属于这套体系里最高附加值的工程节点。过去10年，全球半导体的竞争逻辑是看谁建了更多的晶圆厂，谁生产了更多数量的芯片。但现在的游戏规则变了，变成了谁能控制芯片制造的工艺系统，谁能控制 AI 算力的产出节奏。应用材料在新加坡的重磅加码，本质上是在向全球宣告一个事实：新加坡正在加速成为 AI 芯片制造体系中那个最隐秘的控制中心。它确实不生产哪怕一颗 GPU， 但它能直接影响这颗 GPU 能不能顺利量产。它不直接制造算力，但它死死卡住了全球算力的产出上限。这才是严金勇点名半导体以及巨头疯狂扩产背后真正的战略深意。那么问题来了，你觉得未来全球 AI 竞争真正的核心话语权到底会掌握在芯片公司手里，还是设备巨头手里？如果新加坡掌握的是制造能力的控制点，它在未来的大国博弈中，地位会不会比很多拥有晶圆厂的国家还要高？在 AI 时代，一个国家的终极竞争力，到底是拥有工厂，还是控制工厂运作的系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犀利判断。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请务必点赞、转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